同学好，我们接着要介绍 SQL 的资料储存常见工具的介绍与实作一 MySQL 实作篇。那在 MySQL 的实作篇我们在这个简报里面的话，我们之前的简报也有介绍过 MySQL 的基本的概念跟操作的功能。那我们接着会操作实作的部分，来加深大家对 MySQL 的理解。那首先我们会进行 MySQL 的安装操作，对这些部分的过程，带领大家来开始设置安装 MySQL 的环境。那每个同学可以迅速掌握这个安装的步骤跟相关的设定。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汇入一笔地下水的测试数据。那这个数据的话呢，不仅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数据资料的范例，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后续的 SQL 语法的练习。在这里的话，我们使用了各个 SQL 的查询指令，从简单的查询到筛选到排序，逐步的学习如何操作这些资料。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MySQL 的安装、资料上传和资料查询等等实作。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做几个前置作业。第一个就是先开启之前第二单元实作安装好的 Ubuntu Desktop， 如果大家忘记的话，可以再去前面的章节复习一次。然后第二个就是下载我们等等要测试用的水文资料。我们测试用的水文资料会放在一个云端连结中，那大家在我们所提供的简报去做找查就可以了。那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安装我们的 MySQL。那首先我们要开始安装 MySQL， 那就先输入 Ctrl+L+T这三个键，打开我们的 terminal。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更新安装包，所以输入 sudo apt update。再来要安装相关的文件。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要安装 MySQL 的 package。所以就输入 wget， 然后它官网的安装包。然后大家在输入这些指令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简报上都会提供，然后可以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输入的方式去做输入，因为复制的话比较有可能会发生。有些字源的问题，我们没有修正到的话，那就会变成它指令会错误。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看有没有最新版本出来，然后可以输入最新版本。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先示范，目前简报上面提供的版本。那安装好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解压缩这个包，就是要启动这个包，所以就输入以下指令。这边要注意的是，我们输入我们要执行的这个档案的话，是要你刚刚所下载的安装包，所以你刚刚选择哪个版本的，那你就是要输入那个版本的资料。那这边请大家要注意一下。那这边的话就点选 OK。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再更新一次。那再来我们要安装 MySQL， 所以就输入以下指令 sudo apt install MySQL Server 跟 MySQL Client。
安装好之后，我们要确认我们的那个安装结果，那就先输入速度，然后 MySQL， 然后我们要确认我们的安装结果，那我们就输入以上这个指令，可以开启 MySQL。然后如果有出现这里的话，就有出现就是询问密码嘛，因为我们没有设定密码，那就直接按 Enter 进入就可以了。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MySQL 的界面里面。然后主要就是看这边这一行，如果这边有出现这一行的话 ，Your MySQL connection ID is， 就是这边数字会变。那有出现这一行的话，就是你的 MySQL 已经安装成功了。那我们再输入 exit 就可以离开。那以上就是 MySQL 安装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会教大家如何汇入资料。在把水文资料汇入 MySQL 资料库之前，我们要先做以下2件事情。第一个是要先建立资料库，第二个就是要建立资料表，然后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水文资料汇到资料表当中。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建立资料库嘛。那我们首先就先进入 MySQL 当中，就是一样输入刚刚的指令就可以了。然后这里也是再提醒一下，就是尽量就是指令的话都是用手打会比较好，因为如果直接从简报复制的话，会有可能会有字元的问题。那一样，我们刚刚没有设置密码，就按 Enter 就可以直接进入了。那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们进入 MySQL。那现在就是要建立一个名为 Test 的资料库，然后要记得我们在 MySQL 输入指令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这个分号，不然的话它可能会无法执行，就是它会有指令上的错误。那看到 Query OK 的话，就是知道我们的 data 就是 Test 这个 database 有被建立了。那如果不放心的话，就可以再多输入这个指令，去检查我们的资料库到底有没有被建立成功。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这个 test 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资料库已经成功被建立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将现在的资料库切换到 test 里面去，然后一样记得分号。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已经成功转换到 test 中了。那再来下一步就是要建立资料表。然后我们建立资料表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我们的资料来设定表格的格式的。像是我以下做个范例，就比如说我们的水文资料里面可能会包含站点的名字啊、站点的编号啊、跟它的日期以及它现在的水位数值。我们一开始在建立这个资料表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写在资料表当中，就是会有这几个栏位让它去做储存这样子。然后我这里输入的小写 water 就是代表这个资料表名称，大家如果有想要的其他名称的话，其实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设定去做转换。然后再来就是要输入资料表的内容嘛。那就来说明一下，就是这一行所代表的意思。然后就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可以去设定它有就是这是站点的编号嘛，然后站点的名称跟站点的日期以及站点的数值。然后所有的栏位都接纳 NOR 的数值。然后因为没有组件，所以说就事先不知道 CSV 档案中的资料是否完整，然后是符合规范的，所以我们要让它都接受 NOR 的数值。然后另外一个建议是，即使是数字资料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在决定它的就是资料形态的问题。然后我们是建议，就是即使是数字资料，就是也是使用这个栏位，
就是以防止档案中的格式资料不正确而导致处理错误。那如果你很确定就是里面都只有数值资料的话，那就可以使用其他的栏位去做储存，然后大家都可以再试着使用不同的 type， 看会不会影响它的效能这样子。只是因为我们是要为了防止可能会有一些例外发生，所以就是先用这个来做储存这样子。那好了之后就按下 Enter， 那就可以看到 Query OK， 那就代表这个资料库已经被建立了。然后我们就一样可以输入 Show Table 然后像这边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忘记加分号，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它会检测到这个是一个不合法的指令，那它会有点问题，所以你就再多按几次 Enter， 或者是再多输入几次就可以跳回来了。然后记得下次要再输入分号这样子。那就可以看到刚刚就是这边就是我们建立的资料表，就是 Water。然后再就是有了表格之后，我们就终于可以把资料汇到那个我们的资料表里面了。所以现在我们在汇入资料表之前，我们要再先输入一个指令。然后这个指令是可以让我们存取我们虚拟机中的档案，因为如果你没有输入这个指令的话，可能会有权限问题，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输入一下这一行指令。然后这边的话是我打错字，那重新更改，那就会 Query OK， 那就代表我们已经有成功设置了。接下来我要输入的是把我们自己就是 local 的档案存到 MySQL 资料库中的指令，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前半部，这里就是在读取它的资料嘛。那因为刚刚我们有先，就是我刚刚有说有2个前置作业要做嘛。那第二个就是要把你的就是档案先下载好。那我们就可以到这个资料夹当中，就是去找我们的档案。然后档案原本下载下来的话，其实应该要叫 MySQL 实作资料，然后后面是它的资料比，就是有多少笔的数目这样子。可是因为它中文字其实很容易会造成它有一些字源上的问题，所以说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把中文字的部分去删除啦，就是把它重新命名一下，让它变得也更简洁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对它按右键，然后找到这个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就可以复制它的档案位置，这样子贴上，然后后面再加上我们刚刚改的名称。然后这边最后这一句的话 into table water 就是把这个档案储存到我们指定的资料表当中。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些指令也要输入。然后因为那些指令是负责在我们处理这些，就是我们要将 CSV 文件加载到 MySQL 数据的时候，我们要确保它的数据格式跟文件的结构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语句来帮忙它，就是做分割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特殊的符号，然后要怎么去抓它的结尾格式，这样子要输入一下后面的指令，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 Query OK 跟它记录了，就是我们刚刚的10000笔资料进去到 MySQL Water 这个 table 当中。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因为你存进去之后，你可能就是不确定它存入的格式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可能
会有一些错误，还是就是怕它可能会有一些格式上的错误之类等等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先确认说我们存进去的资料有没有错误嘛，所以我们就可以输入以下的指令去检查它的就是资料到底有没有正确。然后这个指令的话，其实也是一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找茬指令的其中一项嘛。然后这个指令就是可以去，这个星星是代表所有资料的意思。那我们就是会找查所有的资料在我们这个 water 这个 table 当中。所以你点进去之后，应该会看到所有的水文资料。那你有发现它就是每一列几乎都有就是正常的储存的话，那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资料是有正确的储存成功的。那一样记得不要忘记分号。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资料是有正确被储存在里面的，有时间啊，有它的数值，然后又有站点名称以及它的警卫编号。然后这边这一个地方会出现乱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中文字编码的问题，所以说它出现乱码是正常的。就如果大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去找一下就是编码相关的问题去做查询，应该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但这个是不影响我们的就是找茬的，所以没关系。以上到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 CSV 档案的水文资料汇录。那再来接下来的话会教大家一些比较基本的资料找茬的指令。刚刚已经将水文资料的 CSV 档成功储存到 MySQL 资料库当中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练习 MySQL 的指令，然后这些指令练习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最主要的宗旨，就是使用不同种的资料库去练习如何在大数据当中找寻自己所需要的资料。那首先我们就先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几种资料库 MySQL 资料库的指令。就是在简报中的话，我们有提到我们有6种指令。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有就是为了要先测试资料库有没有成功的去做就是存取就是存档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先就是向大家展示过了。第一个指令就是显示所有资料库的资料这样子。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资料都是有正常存进去的。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就是学我们第二个指令，就是我们要查询资料表内的那个数值，就是 water value 这一个栏位，所有值大于0所有的资料。可以看到就是前面这一句就是刚刚我们就是可以查询所有的水文的资料嘛。那where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它的条件句。那我们现在要找的条件就是我们的最后这一栏就是 water value 必须要大于0，那它才会显示在我们的萤幕当中。对，然后可以看到跟刚刚比起来的话，这边是不是它找到资料就比较少了，就是有些比0还小就会被删除掉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这边的话应该都是大于0的资料，没有错。然后再来我们要介绍的下一个指令，第3个指令是要查询 water 表内 water value 最大的一笔资料，那就可以输入以下的指令。然后一样，where 后面加的都是它的条件指令。然后可以看一下where后面的条件指令的话，我自己觉得也是蛮直观的。这边的话，它就是写 select mask， 就是它的那一行的最大的值，在那个水文 water 这个资料表中，那等一下就会显示它里面最大的值。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一笔资料就是它整个 water value 里面最大的一个数值。就是这个水警卫是最大的一个数值，这样子，然后发生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再来第4个指令是要来介绍计算 water value 的平均值。然后因为我们的异常值会被记录为-99999等，就是比较非常多的数值，那它是会影响我们取平均值的。所以因此我们要使用刚刚我们有用到的 water value 大于0的值进行计算，这样才不会有问题。那就先输入以下指令，然后这个不好意思打错了 AVG， 然后这个 AVG 就是 average 的英文缩写。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边有 select 的一个条件嘛，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针对这个 water value 去做平均。那我们这边就是有个附加条件，就是它的 water value 是必须要大于0的。那我们可以按 Enter 看结果会如何。那这边的话就是会算出它的平均值。第5个指令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异常值会被记录为-9999998。若是不想要以数值的方式来查询的话，我们可以用 like 语法来查询值开头为负的所有资料，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有异常的资料都筛选出来。那输入以下指令。那刚刚是我有说明到，就是可以用不想使用数值方法来查询的部分。因为我们用数值方法去查询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使用什么大于0吗？就是如果数值大于0小于0的时候，就可以去做找查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想用数值方法的意思是说，那你可以用它是字元的时候的特性，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字元开头为负的那个字元。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只有异常字元才会是负开头的嘛，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去筛选有异常值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同理就是我们也可以用 like 去找寻一些就是类似字元相关的东西，就是我们可能需要什么字元的开头或者是什么特定的字元的话，就是可以用 like 去做找寻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看到这边有4000多笔都是有问题的资料，那就会被记录成-99998。那我就可以把它筛选出来，大家看一下，上面应该也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都是这一个数字的有问题的时间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也就是第6个指令，就是我们要查询 water 表内所有不重复的 water none 的值，然后可以确认目前就是我们的资料内有哪些地下水测站啊，然后就是以它的站号去表示这样子，然后输入以下的指令。然后这边的话，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找寻不同的，就是 water none 里面有的不同的数值在这个 water 表中，这样。那按下 Enter，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站点数值就是只有包含这3个站点而已，这样子。然后以上简报中的6个指令都介绍完毕了，就是大家可以，我们还有3种不同的测资，就是除了1万笔资料之外，我们还有100万笔跟300万笔的资料就是有提供在我们的云端连结当中，大家都可以输入不同类型的资料，就是不同量的资料去做测试看看，就是是不是其实你在找查大量资料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效率比较慢啊，然后那我们需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大家自己去尝试看看，就是会有什么不同的影响。然后在指令的方面的话，其实也不止这些指令可以去做操作，你想要筛选，就是以站点的名称去做筛选也是 OK 的，想要以时间的方式去做筛选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你想要对你找出来的资料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数值的
那个就是操作或者是怎么样的计算，其实这个在 MySQL 的指令当中都是可以做到的。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去上网找一下相关指令去做练习。我们这里就是有提供蛮多的资料，应该是够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基本的练习跟资料处理。那以上就是整个 MySQL 的资料汇入以及一些资料找查的操作，谢谢大家。